在第2次世界大战亚洲抗日战争史上，有一场发生在中国西南边地与缅甸北部之间的血腥激战。腾冲见证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抗战历史。1942年5月，侵华日军为了切断滇缅公路，阻止盟军对中国的援助，日军从缅甸北部进犯云南，腾冲沦陷。1944年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，为策应中英印联军对缅北日军的反攻，打通滇缅公路，据守怒江东岸的中国远征军以20集团军6个师的兵力实施腾冲反攻战。经过40多天大小战役多达40余次的激战，9月14日攻克腾冲城，共击毙敌人6000余名，中国军队阵亡9168人，战争场面极为惨烈。岁月沧桑，逝者如斯。在今腾冲县城西南角美丽的来凤山下的国殇墓园内，滇缅抗战中壮烈牺牲的近1万名中国远征军将士长眠于此。他们曾经使用过的6000多件遗物，被珍藏在滇缅抗战博物馆里，供后人缅怀和瞻仰。滇缅抗战博物馆原是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抗战指挥部，位于腾冲和顺谷镇内。腾冲反攻战的命令就在这里下达。和顺古名叫杨温吞，已有600多年的历史。因村庄顺着河流而建，河流顺着村庄流淌，和顺乡乡顺和，所以起名叫做和顺，取适和民顺之意。和与顺既是古镇的文化精髓，也是他们的生活状态。山猪上车，要不要？明朝洪武年间，四川、湖南、江苏和江西等地的将士为保卫边疆，来到和顺，军屯戍边，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术和文化。如今，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的和顺，仍保存了汉族文化的精髓。和顺的建筑融合了中国徽派、江南民居以及南亚和西方建筑的特色，不同地域的建筑在这儿和谐共存。据统计，古镇里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多达1000多座，其中清代民居就有100多幢，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的
活化石。和顺曾经是富甲一方的极边福地，当地有句俗话叫“穷走一方，急走场”，说的是和顺人到国外闯荡经商的故事。和顺位于古西南丝绸之路的要道上，由于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和熏陶，迫于生计，和顺男人选择外出闯荡，到缅甸做工和经商。据说20世纪中叶，和顺在家的人有5000多人，在宜芳的就有7000多人。和顺慢慢成为了著名的华侨之乡。和顺人世世代代外出闯荡，出现了许多的富商巨贾。财富的积累促成了教育的兴盛和传统文化的传承。和顺人崇尚儒家文化，重视教育。被称为中国乡村第一的和顺图书馆，由华侨集资兴办，藏书7万多册，其中古籍真本1万多册。它曾是20世纪30年代腾冲的信息中心，参与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。它的存在让曾是西南莽荒之地的乡村成为了耕田读书、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和顺之地。李坤拔奶奶是和顺著名的富商湾篓子李氏家族的曾孙，他耳聪目明，爽朗健谈，一个人静静地守护着家族的基业。湾篓子是和顺儒商李氏家族的宅院，有着200多年的历史，为3进3房1照壁的庭院组合式建筑群。李氏家族早在1850年前后，就在缅甸创办了跨国商号永茂和。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，积累了雄厚的资本，成为腾冲有名的富豪。经营时间长达100余年的永茂和商号，也成为了腾冲商业史上的一个代表。这在财主无3代、清官不到头的腾冲是少有的。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，永茂和商号曾捐巨款支持祖国购买飞机和大炮。李氏家族一商一儒，乐善好施，待人宽厚，扶贫济困，在当地为人称道。他们的爱国精神也在4乡8寨广为传颂。家族的辉煌历史已经停留在过去。如今，作为家族里唯一留在国内的人，李坤拔奶奶过着悠闲平淡的生活。为游客讲述家族的历史过往的时候，总会勾起李奶奶对儿时生活的记忆，这让她平静的生活多了一份美好和幸福。一首是老一人那来老江板古音些，一首是老呀一人那千里音心千里面，一首是老。江东银杏村距离腾冲县城40公里，
与世界闻名的腾冲国家火山地质公园相邻，因有万亩银杏树而得名。正值金秋，宁静的小山村里，田畴交错，鸡犬相闻，村民们悠然自得。站在远处眺望银杏村，古朴的村庄点缀在淡黄色的银杏林里，勤劳的村民在田间劳作，一幅和谐优美的乡村田园画卷在眼前蔓延。银杏村的村民同和顺人一样，并非原住居民，而是东汉时期从中原迁移到此的汉族百姓。这些移民在老家时与银杏朝夕为伴，深谙银杏的食用和药用价值，于是随身携带了银杏种子，播撒在房前屋后。几百年后的今天，终于形成了村在林中，林在村中的美景。走在丰满茂密的银杏林间，不禁让人觉得如同走进了世外桃源一般。腾冲是徐霞客到过的西部最远的地方，它东通宝山，西接缅甸，是我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。近现代为滇西和滇缅商业贸易的重镇。优越的地理及气候条件使腾冲成为富庶之地，被徐霞客称为极边第一城。今天的腾冲倚仗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国际交通环境，逐渐成为中国西南边陲新的商贸中心和旅游文化名城。在中国，云南一直以少数民族风情而一枝独秀，但腾冲却是一个特例。腾冲散发着浓郁的汉文化气息，无论是美丽的和顺古镇，还是被称为世外桃源的银杏村，都有着深刻的文化烙印。胡家湾村与这两个地方不同，它的存在能让人从味觉上更直接地了解腾冲。腾冲有着独特的饮食文化，拥有众多的美食，饵丝却是腾冲人的最爱。有人说，饵丝是腾冲饮食文化的活化石，而胡家湾村就是这块活化石的发源地。明朝洪武年间，胡家湾的先民从中原迁移到此，以耕田种地营生。600年来，胡家湾人用智慧把大米转化为饵丝，这种转化维系着他们的繁衍生息，丰富着腾冲的饮食文化。做饵丝需要起得很早，凌晨4点半，浓雾里的胡家湾村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宁静，雾气中夹裹着柴火的味道。灯火通明的屋内已然一片忙碌。胡家辉正准备出门，18岁起，他就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工作，到现在已经30多个年头。今天他和往常一样，要忙碌在饵丝加工车间，继续着他从父辈那里继承的手艺。大米是南方人餐桌上最普通的主食，口味没有太多的变化。而饵丝是大米的另一种存在形式，它的出现
使大米变成美食有了无尽的可能。由大米变成饵丝并不需要复杂的工艺，精选的大米经过浸泡、气蒸和碾碎，最后再进行压片和切丝。蒸熟的大米被机器反复碾碎，变得细糯温软而又极富弹性，大米的香气也在密集的碾压下更显浓郁。在胡家湾村，制作饵丝的手艺传男不传女，嫁到胡家湾村的女人却都要学会制作饵丝这门手艺。胡家辉的妻子并非本村人，他新婚的第2天就开始学习制作饵丝，一做就是一辈子。细糯的大米最终被压成了状如白绸、宽约尺许的饵丝片，经过2至3小时的冷却后，就可切成细细的饵丝。对于上世纪50、60年代出生的腾冲人来说，饵丝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号——大加工。在那个物质短缺的年代，大加工算是人们生活中不大不小的奢侈品。平常人家只有在婚丧嫁娶、插秧收谷这样的好时节，才舍得吃上那么一回。在那时，我今天吃了一碗大加工，可是值得炫耀的资本，哪怕至今回忆起来，也仍觉得唇齿留香。直接被卷起来的饵丝卷被称为饵块，是大救驾的原材料。大救驾是腾冲有名的美食。有人说，没有吃过大救驾就不能说来过腾冲。大救驾实际上是炒饵块的一种，制作方法简单，将特制的饵丝卷切成菱形小片，再加上火腿、鸡蛋、鲜肉、白菜、番茄等食材，一起放在锅中爆炒而成。相传明末清初，吴三桂率清军攻打昆明，南明永历皇帝奔逃至腾冲时，天色已晚，因走了1天的山路，疲惫不堪，饥饿难忍。找到一户农家，主人把家里最好的食材鸡蛋、火腿和饵块等炒在一起。永历皇帝吃完炒饵块，竟如同吃山珍海味一般，不觉脱口说道：“真乃大救驾也。”腾冲饵块也由此得名大救驾。雾气朦胧的大地迎来了清晨的第1缕阳光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腾冲人与饵丝的关系也更为紧密。从街头小巷到星级宾馆，到处都充斥着饵丝的身影。腾冲人已经习惯了饵丝的存在，他们的生活也因为饵丝而变得多姿多彩。据统计，腾冲人每天吃掉的饵丝在30吨左右。这个庞大的数字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腾冲人的饮食习惯，更是腾冲独有的饮食文化。你有气呀，今日本是大火沾水呀，杀了没杀那，今日一堆那里那个一没一堆那
那下，你家人下子那相跟呀，你离没走那，一人又怕那里那个一没不得那下。你这大河沾水那，波浪没波那，你波浪那头那山，极边福地，腾冲在这里等你。你老公那头上呀。